换了新闸还是跳。电闸下面带了2路，一路空调，一路地插。有时候开空调几分钟，那个闸就跳了，所以他们就怀疑是空调不好啊。找修空调的师傅也过来看了，他们测的是电压低，电压不稳定，所以他们准备重新下一路电源线过来，单独给空调拉一路线。这就是新买的线。我是怀疑漏电，所以我先测一下漏不漏电吧。下边除了空调还有地插，因为地插线路漏电的多。先测一下这2根电源线，看一下是不是。测量地线与火线，看看表针摆不摆。摆，这是漏电的。再看一下零线，地线我是扒破的皮，零线也是漏电的。接了2路线，这有个接头，我把它掐开，就是把它断开，就这么个故障。当初布线的电工、安空调的师傅、装修的师傅都过来看过了，都说不是自己的问题，那就看看是谁的问题。这2路线我把它分开了，用弯月表再测这2路线与地线，看哪一路在漏电。这一路线没问题。再看这路零线，零线也没问题。看另一路火线，漏电的。看一下零线，零线也是漏电的。这一路是漏电的，不漏电的一路，我合上闸送上电，去看一下空调有没有电。点一下开关键，没反应。漏电这一路真是空调的，空调是直接接到电源线上的。我把这线头断开，看一下是空调漏电还是线路漏电。先确定这个火线是没有电的，这个黄线是地线，直接测量过来的这个主线火线与地线，表针没有摆动，证明这个主线不漏电。那基本上就是空调的问题了。咱们在这里猜测一下啊，如果空调漏电，那是空调的外机漏电还是内机漏电？继续往下看，测一下零线与地线，表针摆了，空调是漏电的，而且漏电这么严重，零火线都漏电。测出空调漏电，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吧，剩下的应该交给空调的师傅。但是空调的师傅又不会测漏电，所以我要给他找出来哪一块漏电。来看外机，外机漏电的多。这胶带粘的，刚下了一场雨，是进水了吗？一般外机进水以后漏电的多。这就是外机的电源线，一火一零，直接上表来测量。测量这2个进线与空调外壳和里面测的一样，是漏电的。零火都漏电，还是说过来的电源线漏电，还是空调的外机内部漏电呢？拆下这2个电源线，然后去测量。先测量外机，不漏电。再看这个漏电，是外机在漏电。这2根电源线呢，不漏电。这一路也不漏，电源线过来不漏，这一路漏，那就拆开外机，看看里边是不是进水了。打开了，你说哪里漏电呀？用眼也看不出来。这有风机，下边有压缩机，压缩机漏电的多。光看光拆没用，还是测一下吧。这里一共插了3路线，就是插了3个插头。我先一个一个拔下来，我要分别测这3个插头，哪一路在漏电。这一路不漏，看这一路漏电，最后那一路也是漏电的。3路线只有1路不漏，看这路线接的什么。这一路接的是风机，风机漏电的不多。这个小风扇还有电容，拔掉电容插头，这个电容2个插头，拔掉以后再测。好了，风机的线圈没问题，那就是这路线漏电串过去的，那就去找这路线
这个好找，顺着线颜色往下捋，拽出来一个快插头，拔掉这个插头，测一下这个插头哪一段在漏电，直接测插头与外壳，这个是漏电的。好了，就捋这根线。嘿，这根线你猜往哪走了？顺着空调管往空调内机走了，又回去了。那就再打开空调的内机，看一下那根线接的什么电路。这个应该是温控探头。再往下，在这儿有接头。这4根线都是从外机接过来的，有2根线是漏电的。好，这里面还贴着电路图。画的比较简单，能看个大概。那2根线应该就是这2根上面这2根，紫色和什么色？这是应该是这2根线在漏电。里边有电路板，打开看看呗。平时也没有机会打开空调，我不会修空调。空调的主板，在这有主电源，这里有一个和外机一样的插头，线的颜色也是一样的，估计就是它从外机接过来的连线都是一样的。拔掉这个插头，测一下主板这一块与外壳不漏电，测进来的插头是漏电的，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。从这里到外机这一段线有问题，内机和外机没问题，线路有问题。它这一块线有接头的，你看外机接出来这段线，也就是它的原装线，在这做了个接头，接了一根线进到内机，内机有做一个接头。它这段线的距离很长，从内机到外机的距离有10米，至少10米，而且这10米都是在地下，所以我判断漏电的地方就是接头的地方，而它的内机和外机都没有问题。当初装修的师傅也说，电线随着管道走到地下，埋到了地下，在地下电线有接头，这个活就难搞了。地上铺的是地板砖，这个管在地下走的不是直线，还绕了一个弯儿，就是撬开地板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不好找。所以说要重新拉2根线，这2根线得从房顶走，直接进吊顶里边走，走一根护套线，还得在房顶开个口。还行，这活不算太难干。又从墙上穿了眼，把线穿出来。剩下的就简单了，2头一接，就代替了原来地下那根线。接完线以后再测这个主线，空调的主线与地线，还行，这种应该没问题。要是把地下这些线全部给换到房顶，走房顶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先这样吧，通上电试机。空调运行正常，当然也不跳闸了。打开那个口做了一个检修口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。